早在2-3个礼拜前呢，我们一翻开报纸的时候看，武汉有什么病毒来了哦？这是什么东西啊？又来了，好像跟 SARS 一样啊。但是现在呢，过了2-3个礼拜了，各位都知道，好像不简单。像我这样的人啊，鼻子有点敏感的人有点压力啊，动不动啊啾啊，这样，咳嗽这样的时候呢，人家为什么没有戴口罩啊？或者每个人看着你这样的东西，现在我们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啊。各位，今天教会人也少起来了，我看不懂是有一些在中国不能回来，还是有一些人啊真的有这样挣扎。那这样的事情继续这样发生的时候呢，我知道大家都很想知道。我这个礼拜呢，从这个澳洲那个地方教会，我们教会澳洲的教会给我一些信，就问现在每一个人都问牧师啊，中国都已经停止聚会了，我们应该也要停止吗？我说你学校有停止吗？你们工作有停止吗？对，我也是这样认为，不应该停止哈。那 OK， 那要不要戴口罩教会来，大家要不要戴口罩我们从大陆进来的人要不要隔离14天各位，现在我们大陆的弟兄姐妹很紧张在新加坡的路上走路也是很紧张。现在以前我们教会，如果你跟人家说，我发烧弟兄2天没有好，我们是这样，弟兄，上帝帮助你，我为你祷告，对不对？现在2天发烧没有好吓嘛那太紧张了，这不敢讲这样的东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这个局势里面，我们的心态是怎样？神的应许说什么？现在就告诉我们什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怎么说？在末后的时代，叫人绊倒的事是免不了的，但是绊倒人的是有祸了。阿们。我们主耶稣在讲末世论的时候呢，他很清楚说，那绊倒人的事情必定会来，但是呢，你们要知道，当那些风声来到的时候呢，你们不要惊慌。但是这些的危险在哪里？这些的危险呢，会叫你们想不起上帝的话。这些的危险在于哪里？叫人的心爱心冷淡起来。当人的爱心冷淡的时候呢，你不要讲对人没有人情，甚至连传福音的东西都想不起。但是圣经怎么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样的时刻里面，每一个人人心惶惶的时候，其实神正在与他的百姓同在，神在帮助他的教会。其实就是在这样的时刻里面，福音是加速的传扬的。在这样的时刻里面，很多的人在惧怕，所以谁有平安，谁有答案，谁做的不一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你征战，你祷告，你思考，然后亲自经历圣灵扶持的能力，然后教你看的不一样，活的不一样。如果你没有经历这个东西，你跟一般的人会一样的。人说什么你信什么，人怕什么你怕什么，其实都是一样。我再讲一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与他的圣民同在，神帮助教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上帝加速他传福音的工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神与他的圣民同在的时候呢，生命能发光出来。特别在黑暗的时候，光是更明显。我们在美国匹兹堡呢，有一个很好的同工，他在这个病毒，他是武汉人，他在这个病毒一发生之前呢，在去年底的时候他回国。为什么？因为他的母亲重病。后来他继续回国的时候，就是继续跟母亲传福音，向他传福音。然后呢，不久之后他妈妈过世了。然后后来他就留在当中，继续安慰家人。安慰家人的时候，这个病毒在武汉就开始了。开始的时候呢，我就问候他的时候，他说他留下来。为什么？因为家人现在更需要他，更需要他跟家人在一起。然后再留下来多几天的时候呢，封城了。封城的时候呢，然后呢，大家都留在家里面。我昨天晚上我问他，你们现在怎样？在武汉那个地方，他说牧师你放心，我们没事，我们都在家里面。
我们除了买食物、买医药品，我们每个人都在家。请牧师现在不但为我家人，也为着医护人员，为着他们的健康，他们在前线正在作战，请牧师为他们祷告。因为他是这样叫我为他祷告。各位，一个真正的他不是啊，快点为我祷告，我们要死了，我们完蛋了，整个病菌充满空气啊，就不要这样祷告。各位，真正的基督徒，各位在这个时候，他信什么？他传什么？这个东西，现在这个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耳朵要打开，你们真的是要读圣经，你们不要读网络的消息，过于圣经的话。这网络各种的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呢，各位你一定要分辨。其实现在最危险的东西是什么？是风声，像打仗的风声、瘟疫的风声、灾害的风声来的时候呢，你们不要摇动，你们不要惊恐，因为你惊恐的时候呢，你会轻信于各种的道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刻呢，人就是趁虚而入。那些讨厌政府的看着隐瞒事实的政府我们不要相信那政府。很多自己人的动机，有自己的议题要传出来的人，他就趁这个机会发表他的看法，发表他的意见，搞乱全世界，然后叫自己能够成为有名的人。有些人讨厌政府的就专门攻击政府；有些人讨厌西方国家的这个时候呢你知道这个病毒从哪里来啊？从美国来什么从美国来啊？美国他们研发这个病毒然后呢，这个新春几个礼拜前送到武汉的那个地方感染一些人，然后他们新春一起传来传去的时候，大量感染这个美国西方带来的，你的根据在哪里？所以你讲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呢，你传这样的消息的时候，这是你的动机、你的议题吗？还是圣经教我们讲的东西？就是说三道四，听什么信什么，这样的光景里面。各位，其实最可恶的人，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这样的人。他原有自己有邪恶的议题、邪恶的动机，有自己的成见，在这个时候利用那个机会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受这些东西影响。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你会听到很多中国的牧师国外的牧师会起来，我们要为中国祷告，我们要为中国悔改悔改什么悔改我们中国人吃了圣经禁止我们的那些牲畜，吃蛇啦，吃蝙蝠啦，我们要为中国人悔改对，你为中国人吃蝙蝠吃蛇悔改，你们也是常常吃海鲜你们国外的人天天吃龙虾，这些也是圣经禁止的，对不对？你们讲那我们悔改这个中国政府呢，就打压拆十字架，打压教会，然后把很多的牧师就放进监狱里面，那一直在这边讲悔改这个东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悔改，各位，当然上帝有时候他会刑罚，他会审判一些敌对他的群体，甚至包括政权。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你没有想过这个东西，在罗马时代初代教会的时候，罗马政权比现在的共产党更残暴，他们把基督徒一个一个砍掉，钉在十字架上，绑起来烧掉，然后给每一个人看，然后逼他们向凯撒的向下拜。各位在座，你有看到彼得，你有看到保罗，然后在书信里面写你们要叫罗马皇帝悔改有没有讲这个东西啊？各位，我要讲的东西是什么？很多时候呢，当我们遇到那个问题，我们在近处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我们受影响，我们有时候会要客观起来。虽然上帝是会审判抵挡他的人，但是有一些东西我们还没有得到结论的时候，我们不要过度的连接。就是过度的连接就显出我们的成见也稍微的愚昧。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我是很怕很多中国的牧师中国弟兄们奋勇悔改什么东西？各位回到圣经里面，不要随便拿圣经经节，然后这瘟疫的东西就这样乱讲的东西。各位要客观起来，明白这样的事情。尤其当这样的东西越来越传开的时候呢，然后呢，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见解。然后有一些教派也来了研究这个coronavirus corona 什么事情corona 就是 crown 的意思就是冠冕的意思，因为那个病菌有一个 crown 对不对？所以这个 crown 我跟你讲 coronavirus crown 是什么意思？你们有没有听过谁戴 crown？ 耶稣戴 crown 把经济的冠冕那个是咒诅来的，所以这个不是疾病，这个是咒诅。但是哈利路亚，我们已经不在咒诅之下，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在恩典之下。
所以呢，我们在基督里面，哈利路亚，我们不会得到病毒。各位，这个忽悠你们的，你们知道吗？这种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这样讲的话，我们在基督里面不会得到病毒。如果一个在武汉现在的医护人员，他是基督徒，他为了要传福音，为了要安慰众人，他得到这个病毒的话，因为他在律法之下，我们是在恩典之下，所以我们不会得到。各位，这些都是这些概括性的解释，神秘性没有根据的解释，随便乱解释，都是显出人的成见、人的惧怕。惧怕里面，牧师们随便给答案，随便要这样安慰，但是没有让大家看见上帝的主权，也上帝的美意，神怎么与圣民同在，然后圣民要在这个时候怎么活得不一样，没有这个东西的，然后就随便乱讲神，用神的话来乱讲这些东西，随便的见解，随便转发，然后造成人的爱心渐渐冷淡，彼此恨恶，彼此远离，有这样的光景。然后呢，教会还不要相聚，哎呀，在家看直播了，那个东西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你不相聚，几时相聚啊？这个时候不相聚，几时相聚啊？那不是，如果在武汉的话，还要不要相聚啊？那有些人可能会问这样的东西，对不对？我在武汉，我要不要戴口罩？这个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讲。但是这个议题呢，不是现在你说可以不可以的问题。这整个的议题里面呢，各位一定要把基督带出来，我们一定要跑到天上，用天上的眼光，先看那位掌权万有的主，那位上帝，他与他的圣民同在，他施行他的救恩，他也施行他的公义，然后帮助信徒的那位主，他的美意，他的福音，把那个高举起来，然后圣灵自然会显明，在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场合或者不同的国土里面，你应该要怎么做。